大家好，我是培根，欢迎来到幻化10年。好多天没有更新视频了，最近遇到一些事情让我陷入了低谷，这或许是我旅行这么长时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困境。我一连在一个地方待了几天，什么都没做，手机也没看，陷入了神游状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困境，我也难逃例外。在这几天里，我回想起刚出发时的豪迈与坚定，因为一无所有让我无所畏惧，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一笑了之，以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笑看红尘。渐渐的包袱越来越多，越走越迷茫，或许是时候让自己以一颗轻盈的心态再重新上路。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会为看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伤心难过，会因为看见珠峰的落日余晖热泪盈眶。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，我不相信那些过来人传授的什么狗屁生活经验，教你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我相信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我们一边抱怨现实让自己低下了头，放弃了年少时的理想，那你是否又为了这个理想拼尽所有？世人眼中的成长不过就是学会了妥协，做着差不多的工作，拿着差不多的薪水，还着60岁才能还完的房贷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出轨离婚分家产，生活比玛丽苏还要狗血。还有一部分成天无病呻吟的文艺青年们，动不动就想去丽江来一场艳遇，去西藏洗涤一下心灵，结果到了丽江不是遇见酒托，就是给一群丽江混子免费送炮。到西藏的也好不了多少，为了搭车，他们让一个女孩站在路边拦车，等人家一停下来，旁边出来几个小伙子，搞得司机以为是打劫的。在滇藏线上遇到一个司机和我闲聊，他说千万别乱搭那些穷游的。上次好心载一个女孩，人家二话不说，上车前先拍了她的车牌照，还一路蹭吃蹭喝，搞得她非常不爽。还有些就更过分了，从一朋友口中得知他身边的一个传说中的极品女，直接跟司机一路睡到了拉萨。我以为我已经够疯狂了，跟这个世界相比，我还是太年轻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寄情于山水，在这荒芜的藏北高原上使劲地踩着油门，发泄心中的苦闷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感觉到了真正的自由。渐渐的，我明白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没有谁能够真正懂你。无论你怎么叙述，都不足以说明一段经历，多少寂寞的言语也表达不出孤独的心境。一群酒肉朋友聚在一起，不是各自玩手机，就是各吹各的牛逼。喧嚣过后，独自一人回家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我停下车，向现实低了头，因为你连一个备胎都没有，凭什么这样义无反顾？万一胎爆了，最后的退路都没有。当务之急是找备胎，于是我去了几个县城，问了无数间修理铺，人家表示你这太小众了，没有适合你的胎。什么？我这不是最普通的车吗？就像芸芸众生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修车师傅告诉我，当你把它开上青藏高原，它就不普通了。人生亦是如此，不是我们生而伟大，我们生下来都是赤裸裸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同样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也将赤裸的离开。出生那天就注定了难逃死亡，何必要走这一招呢？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种选择，许多种活法，赋予了每个平凡的生命更多的意义。在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地方有2个通商口岸，一个是聂拉木县的樟木口岸，一个是吉隆县的吉隆口岸。因为樟木口岸交通便利，发展的比较好，吉隆口岸虽历史悠久，也难逃日渐凋零。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波及这2个地方，聂拉木县受损严重，县城至今仍是一片大工地。樟木口岸也从地震关闭至今，而吉隆这边受损比较轻，让这个边陲小镇迎来了发展的机遇。每天几十上百辆花里胡哨的尼泊尔货车进出吉隆口岸，让这个小小的吉隆镇发展的不比吉隆县城差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你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边境文化，比如内地早已绝迹的各种博彩活动，在当地的旅游文化节上摆满了一条街。对比2个口岸的兴衰，一个是占尽优势的后起之秀，一个是英雄迟暮，跟不上时代发展，不得不让年轻人抢了风头。但又如何？旦夕祸福，荣辱衰败，只在一夕之间。吉隆县城外吐蕃后裔花了几百年修建的贡唐王城，如今只剩一片残垣断壁。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，从不停歇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想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已经来了。还没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却成了那个曾经你最讨厌的人。当我们站在这片千年古城墙下感叹时，
顾城强也在感叹，1000年后你连渣都不剩。有人说要保护地球，有人却说地球需要你保护。地球温度比这高的时候多的是，地球比这冷的时候更数不胜数。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，我们只需要拯救自己。生而为人，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是，我们有了思想，有了思想也就有了喜怒哀乐，各种情绪，各种烦恼。就算是像我这样下定决心，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，仍然有许多痛苦等待我去承受。除非断绝七情六欲，但那又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？曾经有一个少年，20几岁出门，一走就是30几个春秋。只可惜他未能完成60岁退休的目标，但他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：人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，哪怕是以一种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方式。不要问我年方几何，我永远年轻；不要问我为何事而哀，我只是永远热泪盈眶。我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的传奇由我续写。我是培根，10年旅行，根叔带你看世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